关于护城风和徐大骚这两个UP主的一些补充。徐大骚热度迅速降低的最大原因有二，影响范围最大、性质最恶劣的事情是徐大骚某妻之境。李文亮医生的视频声称要将所得收益捐出去，但这一行动是否得到有效落实饱受质疑。知乎有充分的证据在推导，有极大概率徐大骚将此笔钱财贪墨根本没有捐，被许多观众质疑吃人血馒头。二，徐大骚和 B 站签了合同之后，利用其孩子的名义注册账号，邀请观众去给他儿子的 B 站账号充电，给孩子送玩具，以此绕过 B 站对其大号的高比例抽成。这一行为被许多人指责为违反契约侵权，滥用观众，背陷孩子的喜爱，进行欺诈。我个人今天可能邮件比较多，小发类了，有点电力充足。徐大骚是谁？是一个小镇青年，做吃播的。他本来是一个修空调的，本职工作，但是由于他做菜、做饭和吃饭看着比较有食欲，然后他老婆人称乡村赵丽颖，所以他有一阵子还很火。不太认可发姐对徐大骚又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的走结。其实徐大骚迅速陨落的最大原因，除了一部分观众嫌弃他赚太多钱之外，最大的原因应该是他人设的崩塌。视频前老实憨厚爱妻爱孩子的人，竟然是一个说一套做一套、取财无道的虚伪骗子。我当时是说，我觉得徐大骚那些问题，就是人性上的一些缺点，就说不上罪大恶极，就是确实不好，但也罪不至此的那种程度。就是普通人身上都有很多毛病，你如果在放大镜下面审视的话，是都经不起审视的，更何况他只是一个小镇青年、农村孩子嘛。我觉得就是说不至于。我与护城就好像有一阵子有一些人对超级小杰就是那种恨不能生蛋起肉那种感觉，我觉得也不至于。你说那个超级小杰那个事儿做的对不对？肯定是有问题的。他也曾经在人设上面骗了很多他的水友观众，但是他其实从动机上和他的行为都很好理解，就是虚荣嘛，对自己不够自信，要虚构一下自己，然后装逼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属于小恶，不是那种大奸大恶那种很大的问题，是一个人性上的一些虚荣啊、贪婪啊、喜欢装逼啊那种问题。他也没有骗逼友，比方说他那个搞那个当时搞那个卖电脑嘛，最后还不是赔了钱，也没让谁真的吃亏了。我觉得还就不至于当时被网暴的那么厉害。没有说他没错啊，但是我就觉得很多人现在有一阵子的去网暴一个人，网暴的理由也是很充分的。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中学的时候、初中、高中、大学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班里有一阵子去网暴一个人，就是一会儿欺负这个，一会儿欺负那个，一阵的，一段时间去欺负 A， 再过一段时间又欺负 B 那种，有一点那种过一段时间就要网暴一个人，过一段时间就网暴一个人的那种。以前是这个博主，以后是那个博主，怎么样？现在是麦琳嘛，我觉得不至于。而且我觉得那个他也没害人，只是装逼失败露馅了。像那个蔡徐坤也是，丁真也是，还有很多人也是。我会觉得就是说，好像大众，我这个大众是指那种比较就是在这方面比较激动的那些网民朋友哈，他会这业科也是这样，就是科学、晚学、卖学，我是觉得就是他们需要在他们生活中需要一个情绪发泄的口子，那种感觉，就去网暴这个人。我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完美无瑕的，他们没有错，他们都有问题，但是我觉得罪不至此。而且我觉得群体性，就比方说有些，就是现在也不是现在，一直以来就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叫做打小三。我不是说第三者好，我也不是怎么样，但是我就觉得就不至于。比方说，就是好像是为了满足一种群体的恶那种的感觉。接下来说，我们有一定的联系，我会偶尔和他在微信上交流一些时事问题。发姐对护城河的了解可能相对不够全面，我想做一些更多的补充。
顾晨风已经基本不连线其他女主播了，你前连线女主播也只是很少几次，其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和观众朋友进行连线，具体表现为5个方面：一、反对高考考核文言文，但不是不学，借此对学校知识与社会工作之间的衔接过于脆弱提出批评；二、提倡私有化改革，主要针对高铁国企的高额债务为教育体制给学区房房地产商交太多钱等问题为切入视角，对高额债务如何偿还提出疑问。3、为失业的连线观众提供一些理财和就业方面的建议。4、反对中药万能理论，提倡双盲实验，对逆天中意粉进行批评，反极端民粹。5、和部分极端粉红直播对线，揭露出部分水平不高的观众的自我矛盾之处，以此达到直播节目效果。被封禁前，每天 B 站上的舰长前平均1-2 KRM。顾晨风有极其严格的敏感词字库，直播间不得提及任何国名，实际上是不得出现中国，不得以任何童话故事的方式进行比喻暗喻，不得讨论任何国家领导人名字。自我审查程度比发姐直播间严格很多倍，发现可能敏感的话题会直接将连线观众强制下麦。顾晨风购买力视频本身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把宏大叙事以8钱为由，聚焦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送钱对象多为街头上的普通人，委婉提出失业率、孩子抚养成本过高的问题。但是我个人其实也不太喜欢护子直播间过度夸张的直播风格。今天的那个小发有点劳，工作量太大了，导致有些电音，辛苦小发。我觉得就是护城风他所选的赛道都太危险了，就不管他设置了多少屏蔽词，他不管有多么严格的规则，那都不改变他在进行一些敏感话题的讨论，而且他那个去连线那些人哈，那些跟他观点不同的人，然后有些对方就是水平不高，容易引起大家的嘲笑，就是他可能理论知识不太充足，然后表达能力也欠缺，会被嘲笑，会被直播间里嘲笑。这样的话也容易就树敌嘛，对吧？反正总之他的这种直播内容和直播形式是蛮危险的，不管他设置多少屏蔽词和敏感词，都是不改变他的危险系数的，没有降低他的危险系数的，我觉得哈。所以他现在不是号现在出了一些问题嘛？我昨天点开他的那个 B 站账号，下面评论哇，全是冷嘲热讽的，让我觉得有点害怕。他最后一次发视频大概是9月份，讲他9月份的收入。你现在点开他的那个 B 站账号，他最后一条动态下面有几千条评论，绝大部分都是冷嘲热讽的。哎，让我觉得有点害怕。毛线有战争也轮不到你们这群人。你看这个逻辑是什么？我们 A 股股民啊，就希望世界和平，不想再为全世界的动荡买单了，很难理解吗？不是世界上哪个地区有点风吹草动我们就要抖3抖，没必要的。我就希望世界和平，你不希望吗？